切地遇见了你，这一生的美好为你而已。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多么感激。手向我，眼相看，温暖气息。多么想窥探你心底的谜，多么想捕捉你温柔气息。1000次轮回里要找到你，手向我，眼相看，潮来潮去。多少的结局都随风散去，我和你天和地，生死在一起，哪怕会分离，也要努力。多少的期许刻在石碑里，我和你天和地，注定的相遇，哪怕要放弃，也要珍惜。陆姑娘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烧的这几次都不是白的呢。我也不懂啊，此土火温明明都是一样的，难道真的是碰巧？陆姑娘，没事，没事。哎呀，好了，你都在这儿不吃不喝一整天了，听我的话，回去好好睡一觉啊！离皇上给的期限不是还有2天呢吗？别这么拼命啊！那我回去休息休息。说不定一下子还能豁然开朗呢。哎，快回去休息吧，快休息吧。这一堆土是剩下的，这一堆呢是刚刚新挖的，看上去都是一样的，可是为什么呀？阿珍，高大人，不知您深夜到此有何贵干？我知道上次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那样跟你说话。高大人，我们只不过是萍水相逢，请别胡乱称呼。我知道这几天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只是我当时真的是迫不得已。啊，是吗？那为什么迫不得已啊？阿珍，我们俩之间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这些小误会就不要放在心上了。我呸！高大人，解释这种东西，只有说得清楚明白才有效果。像您这样遮遮掩掩的，和欺骗没有什么区别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又忘了好好想想自己的身份了。其实那天我跟你碰面的时候，是因为有别人，不是因为有皇上身边的人在场，我怕他以为你是我的，不是，反正总而言之，我是迫不得已才跟你那么说的。皇上身边的人，你和我那天在太液池见面，就是皇上安排的，他的人又怎么会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你是怕被别人看见，你这样一个高门大户的贵公子，居然和我这样一个卑微的小宫女在一起。你误会了，阿珍。你知道，我心里一直是有你的。我没有误会你，高展。是，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宫女，但我有最起码的尊严。你心里有我也好，没有我也好，你看得起我也好，看不起我也好，那都是你的事。
那天我真的是吃错了药，居然要皇上帮我去约你。现在，我郑重的向你道歉，请高大人，您别和我这样一个小女子一般见识。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，阿珍？我知道你那天说我腰带是什么意思，阿珍。你给我走！那条腰带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快走！你听我解释。快点走！阿珍，走啊你！你听我解释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。那我过一段时间再来跟你解释清楚，好不好？阿珍，我先走了。我预祝你早日升上6品女官，得偿所愿。这是什么？铁屑。瓷土里没有铁屑。原来如此。大娘，平常给这棵树浇的水都从哪来的？就是一般的雨水和井水啊。太妃娘娘说桂花树需要酸，所以老把我们喝剩下的醋倒在树根上。这就对了。大娘，你能不能帮我挖一盆土来？是。哎，快看，出羊了！现在怎么样啊？陆真，你如此的冷静，是不是已经胸有成竹了？还是瞒不过少监大人您。我发现，以往的瓷器呈青黄色，那是因为它们的泥胚里面含有大量的铁，铁能溶于醋。清净院的泥土里面，就是因为被周太妃浇过不少的醋，所以最上面那层瓷土里面含铁量极少。我第一次就是用最上层的瓷土来烧的，所以碰巧就烧出了白瓷。但是后面那几次呢，我用的都是最深层的瓷土，铁还没有被完全溶解掉，所以烧出来的瓷器一直都没有变成纯白。但是这一次，我用磁石把新瓷土里的铁屑全部都淘过了一次，所以肯定能烧出白瓷来。我有预感，这一次你一定能成功。朱大人，是白的！朱大人终于成功了！我看看，陆亮，你看。哦。陆真，以后啊，别叫我朱大人了，你就叫我朱大叔，好吧？好啊，侄女陆真见过朱大叔。阿占，这个就是白瓷。没想到你那个陆真啊，还真不是个平常人。我本来还想帮他走个人情，没想到他如此有本事。元福，把这几个白瓷茶盏给贵妃送过去，让她沏好今年的新茶，朕待会儿要去好好品品茶。是。阿占，你再给陆真传个话，说朕还有一套白瓷水洗，让他有空啊就帮朕做做。你有所不知，现在阿珍根本就不理我。嗯，可是你们明明……肯定是你小子不会说话，惹恼了人家小姑娘吧？活该！原以为只有朕每天会被幻云欺负，没想到阿占你也有今天呐！皇上，好了，元福，颁朕旨意，册封清净殿宫女陆真为8品掌针，入司宝司供职，并特令无需入住6司官邸，以后仍居清净殿。
遵旨。如何？朕这样安排的不错吧？清净殿一般人少也清静，正好方便你们私会。杜司仪到。杜司仪，不知杜司仪前来有失远迎。司仪久居在静心院这么久，今日怎么有兴趣来到内侍局啊？我来跟你讨个人情。今天封为女官的那个陆贞，也算是我半个徒弟。能否把给她授记的活儿让我来做？原来如此。我就说姓陆的这个小姑娘越来越有本事了，原来背后有您这个前辈教她怎么考啊。好啊，授记的事就有劳您了。楼上士果然是个聪明人。请。上士大人，您为何少说话吧？这个杜司仪，她是杜国公的女儿，这个面子卖给她又何妨？陆贞上殿。授记仪式开始。镇定点，都要当女官的人了，还这么没有定性，快低头。奉承天恩，加入陆贞为八品长针，望自此勤勉不坠，为国效力。谨遵上训，愿此生勤勉不坠，为国效力。起来。司宝司的刘思贞前些日子因为生病，从宫中退职，所以司宝司里的大小事务，可就由你全权做主了。奴婢拜谢上士大人。你说错话了，记住，以后你不再是奴婢了。以后见到我们，要称下官。从今往后，我就不是奴婢了。恭喜陆大人，贺喜陆大人。一直到很多年以后，陆贞都深深地记得这一天。从这个时候起，她终于依靠自己的努力，丢掉了奴婢的身份，重新获得那久违了的尊敬与信任。这就是新上任的长针陆大人。是啊，半年前她还是跟我一波入宫的宫女，后来我被分去了金光殿，她被罚到了冷宫，没想到还能鲤鱼跃龙门，转眼从4等宫女变成了女官大人。是啊，我还听说皇上特别宠她，其他2个新任的女官都才9品，可她一上来就是8品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。慢点，这就是我们司宝司了，后面还有库房，我们的宝物就收在那里。啊，那边是正堂，和各宫各司打交道，都要到正堂上面。啊，我去过那里。大人这边请。大人，这就是正堂了。大家都过来吧，快来参见长针大人。参见长针大人。快起来吧。
大人，这是杂物部的长侍宫女琳琅，和我一样都是1等宫女。你叫琳琅？嗯，我见过你。哦，她叫玲珑。你们的名字真好听啊，还暗合着咱们司宝司的名号。哎呀，这六司和其他宫室就是不一样啊。可不是嘛，其他宫室啊，一般每宫只有2名1等宫女，可是，在咱们司宝司，光是1等宫女就有10位。像我和琳琅，都是从小就选进来打理宝物的，从没去过其他宫室服侍主子。啊，大人，这边是您的位置。正堂后面还有一个小院，大人要是累了，可以去那边休息。平常也可以住在这儿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向皇上请旨，以后继续住在清静殿，只是每日到这边来看看就好了。宫女们呢？叫他们上来吧。是。大人初来乍到，咱们司宝司共有宫女68人，按例本应设9品仪针、8品掌针、7品点针、6品丝针各1人，但是眼下只有您1位女官掌印。司里共设营造、收藏、修饰、宝库、杂物5部，奴婢就是宝库部的长侍宫女。哦，给长侍部大人请安。给长侍部大人请安。各位姐姐请起，不必如此客气。不，本座新晋到任，还望各位今后各司其职，为皇上以及各位娘娘分忧。是。他人呢？看你这个样子，不就是上一次得罪过那个人吗？他人小面子薄，你就做得大方一点，他也就不会提起那事了。这不，他说要看看这些年的收纳账本，我就给他拿了一大堆的账本，让他慢慢看个够。你这么对他，你不怕他生气吗？哼，怕什么？她虽然是个8品女官，可自打咱们进宫，这司宝司来的女官还少了，个个都是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真正在咱们这个地方说话算话的，也不过就你我这几个老姐妹。可是，我觉得这个陆贞比那个刘思贞厉害多了。你看，她一进宫就被封为8品女官，而且皇上还特赐她住在清静殿，这可是娘娘们的待遇啊！哎，这个不怕，咱们面子上做得过去就行了。越是他们这样金贵的人，就越不会做事。你没听见吗？他今儿个还叫咱们姐姐呢。正经当女官的人，哪能这么没尊没卑的？可是，她毕竟是楼上室的人呐。楼上室的人？哼，你忘了，上一次那个刘思贞还不一样是楼上室的人，一上来就要查账清库，结果一看那天书似的账本子，立马就晕了。到后来不还得是什么都听咱们的？走吧。我问问你们，这里记着，明光4年5月，先皇御赐陈妃娘娘玉环1对。陈妃娘娘在明光6年8月就已经亡故，这对玉环按照律法应该归还司宝司，为何我在查看的时候却少了1只呢？这都是前朝的事儿了。或许陈妃娘娘自己打碎了1只。那为何归还的时候没有查清楚呢？还有，黄建元年6月。外公缴入赤金20斤，营造部宫女为太后娘娘打造金佛塔1具，这佛塔在账册上仅重18斤4钱，那其余的1斤6钱到哪儿去了？大人，这就是您外行了。这赤金打成金佛塔，肯定是要有损耗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
即便是宫外最平常的金铺，手工最差的工匠，损耗也不过1/20。照这么算来，20斤赤金有1斤损耗才是正常的。而且姐姐你也说过，宫里的宫女个个都是千挑万选出来打理珍玩的，哪能还不如宫外的工匠呢？这我也不太清楚。要不您叫营造部的人？不用了，营造部的事以后再说。看来这些天你们应该好好清查这些账本了。大人英明。怎么办？陆长真开始查账了。我看他平时说话有条有理的，查账也特别清楚，比那个刘思珍厉害多了。怪，听说她是一个武将的女儿，怎么会这么清楚呢？哎呀，现在最关键的是想什么办法对付她。他马上把你的宝库账查完了，就该轮到我的杂物账了。虽然我们多少是吃了一点，可是自打前朝起，这些账就没有算明白过。万一真查出什么，那背黑锅的岂不是咱们了？怕什么？他这是新官上任，烧3把火，但咱们只要把他的柴火给抽没了，抽没了，就是那个陆贞，上次大人没有去他的寿祭里，皇上亲封他为8品长针。看来四宝司里也没有什么别的女官了，所以他就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这不，他全司的宫女都跟着他一起干活呢，号称要把这些年四宝司那一摊烂账都查清楚呢。哼，看来也不用本座亲自动手了，他就已经开始自己收拾自己了。这四宝司向来都是娄清强的地盘，我们就在一旁好好看着他们，自己狗咬狗吧。你看，这珍珠出库入库的数目都对不上，而且这龙脑香的消耗也大得惊人，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的说没有错呢？大人恕罪，奴婢不认识龙脑香几个字，还以为是熏衣服用的龙脑丸呢。你再好好查一遍吧。是。我问你，这明明是39两乌金，为什么加上20两乌金之后就变成了51两了呢？大人，他们又不是精通算术的，怎么能样样都算对呢？你说对吧？大人，其实我昨天就跟您说过了，这账还是不查的好。毕竟前朝几代积存下来的不清不楚的账，海了去了，这一时半会儿怎么查得完呢？依我看呐，大人，这账您就别查了，您就管好您到任后的账目，也就算是给皇上分忧了。您说是不是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大人英明。姑姑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我平时对他们都客客气气的呀，可他们干嘛老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？那个玲珑成天乐呵呵的大人长大人短，可暗地里还是指使那些宫女们对我阳奉阴违。你呀，还真是不懂官场上这一套。要是你当了5年的差，眼看着马上就要出宫了，第6年却来了一个年纪轻轻的贵妃，每天让你有事没事擦100遍地，洗20次衣服，你高兴不？哪会有这样发疯的人呢？在司宝司那些宫女眼里，你就是这个疯女人。司宝司管着金银珠宝，是6司里最有钱的一司。人家说啊，从那些杯盆碗盏上随便抠一抠，都能找出1000金粉来。你一去就查账，前朝的积弊固然是被你清干净了，那本朝人家的生财之道呢？
记住一句话：水至清则无鱼呀。姑姑，您说的对，可我也总不能就这样服软啊。人得先学会服软，以后才能变坚强。没说你查账不对，但是你用的方法不对。我听说你之前还很客气地叫他们姐姐呢。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你可是个长针，哪能随随便便地叫宫女们当姐姐呢？他们看你年轻好说话，以为是个好对付的，所以才不把你放在眼里啊。依我说，你挑几个刺儿头出来，好好的打他一顿杀威棒，看谁还敢糊弄你。打人不行，我可下不了这个手。别忘了，这可是在宫里，只有恩威并施，有赏有罚，人家才能服你。无论如何，我也做不出随便打人板子的事儿。善良是好事，可是你要老是这么心软的话，你怎么一步步的走下去啊？姑姑，为了早日当官，我会好好努力的。但是我一定要靠自己的本事，绝不害人。而且，我要走得稳稳的，绝不让自己的步调掌握在别人的手中。他真这么说的？就是这么说的。丹娘一直跟在陆大人身边，这些话他一个字都没改。他的志气，有时候比那些男人还要强很多。这也很好，很配他武将之女的身份。可是司宝司的一摊烂麻烦事儿，真够他愁的了。哎，殿下，要不要我悄悄地教训一下那两个宫女？哎，千万不要。他现在呢还在气头上，要让他知道我们在暗地里帮他，肯定要说我的事儿不用你高大人费心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在这宫里当上女官，真的不可以事事都让人撑腰。毕竟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。你看看这是干嘛呢？这么兴师动众的，你说呀？各位稍安勿躁。前些日子，我想把司宝司的旧账都查清楚，可是后来我发现，不仅账目不清，有些人还借故消极怠工，对于我的命令阳奉阴违。昨天晚上有个朋友就劝我，他说对于那些害群之马，最好打他20-30大板，想必他们以后就一定会安分一点了。不过我陆贞从来就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人，所以我决定以身作则，和大家一起查账。你们分为5组，每组负责14年的账册，大家只需要把有问题的账册项目编在那张纸上，以后查证即可。但是，如果被我发现有哪一组的账册数目不对，此组的年俸尽数罚没，冲入公账。自前朝起，本司的账目约70年，共200本。只要大家齐心合力，就一定能在12个时辰里查阅完毕。在此期间，未经允许，不得擅离职守，否则……好了，大家尽快动手吧。陆大人，你说12个时辰不许离开这儿，那我们中饭和晚饭怎么办呀？为主分忧，哪还顾得上吃喝呢？大家要是查不清账目，就自然只能饿着了。不过我和你们一样，没有查清账目，就绝不吃任何东西。这才叫做以身作则。玲珑，你说我说的对吗？大人说的对。怎么办啊？大人饶命！奴婢不是故意的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你好大胆子！我看你分明心中有鬼，怕大人查出什么破绽来，故意把账本染污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哼，你以为大人会那么轻易被你给骗倒吗？大人，这种人一定要好好惩罚他一下。好了，多大的一件事儿啊，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？琳琅，你去把账本放到院子里面晒一晒。啊？就算是被涂污了，但等纸干之后，对着太阳照一照，还是能看清楚字的。可是大人，好了，这账本是13年前的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进宫呢，难不成他是想为前朝那位宫女遮掩，
才故意把这账本弄污的吗？谢大人明察秋毫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。不过，你把账本弄污了，还是要罚的。这样吧，我就罚你连续3天帮大家打洗脸水吧。谢大人，奴婢一定会好好做的。快起来吧。今天我请各位来查账，不是要故意为难你们，我只想弄清楚我现在接手的这个司宝司到底有多少家底。我知道，司宝司的账册混乱已经是多年的积弊了，但越是这样，我们就越要理清楚这些账册。这就好比一个正在慢慢长大的脓包，虽然现在还没有发作，但早晚有一天是会破的。当然，这个过程会有一些痛，但只要脓流出来了，就总比什么都不做强。我陆贞向大家保证，无论查出多少亏空，我都不会为难大家，因为我们今天做的仅仅是查账，不是给大家穿小鞋。今天最先查清这些账册的小组，赏黄金2两；第2名赏黄金1两；第3名赏黄金5钱。怎么，钱不够啊？够了，谢谢大人。今天我说的这些，对你们同样有效，以后就别再给我捣乱了。遵命。遵命。姑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你如何大展雄风，降妖除魔呀。姑姑，看不出来，你训起人来还挺厉害的。平常被您训得多了，早就学会了嘛。还敢编排我？发金子这事我可没有教过你啊。我以前管铺子的时候，经常用这一招。您可不知道，那些伙计啊，个个像蚊子腿上刮油，比他们可强多了。只可惜皇上赏我的那几10两金子，我都还没有捂热呢，就硬生生的要少到2两半。你这个财迷来司宝司还真来对了，我本来还担心你镇不住这里呢。还行，还能对付得了。也别把他们逼得太狠了，这事千万不能让其他司的人知道，不然刘思珍那边……还是姑姑想得周到。大人，已经子时了，而且我听奴婢们说你大病刚愈，我看要不要到御膳房给你弄点吃的？不用，别又……我之前已经说过，账没有查清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能吃东西。可是大人，你不为自己想，也该为他们想吧？还有多少账册没查？还有10之23吧。我说的话不能改，但是你说的也有道理。要真这样下去，也许有人真的会饿晕过去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和玲珑去给大家弄些羊奶喝吧。谢大人通融。大人，你也喝一些吧。不用了，我不饿。大人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我真的不想喝。我让大家喝羊奶，是怕大家伤了身子，但我自己一定要做到言出必行。真好喝。好多了，继续打。哎，玲珑，你说你为什么不喝羊奶呢？从今往后，大人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明光3年差了50两金子，明光4年，正如大人先前所说，差了1只玉环。不过后来经查证，说是陈妃娘娘的玉环被2公主无意打碎了1只。至于
皇建元年的赤金，还请大人恕罪。那多出来的8000损耗，是奴婢和几个大宫女按老规矩给私分了。你能这么说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以前的事我不会再追究，可那些老规矩也请你们不要再提起。从今往后，司宝司的账目一定要明清。只要你们能记住这一点，你们的账我会慢慢帮你们补上。谢大人饶命之恩。大人，奴婢和琳琅之前对大人多有得罪，还请大人恕罪。从今往后，奴婢们对大人一定忠心不二，再无怨言。好了，我也是刚从宫女升上来的人，大家都不容易，像这些话呀，以后就不要说了。账虽然查清了，可账簿上那些亏空，怎么才能弥补呢？大人，这倒不用担心。我们的亏空虽然不少，但是盘存的时候，库里还找到了这些东西，也不知道是前朝哪一年交上来的，账目上根本就没登录。我看过了，确实有不少好东西。真的？太好了，这些一定能填平账上亏空的金银了。至于那些不够的首饰摆件，一定要找营造部的人加紧补做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你怎么就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？你喝药还没有喝够啊？才在司宝司待了2天就被饿晕了，这要是被别人听到，还不笑话死啊？哟，这一当上长师姑姑了，就开始唠叨起来了。也不知道谁前些日子指挥人家掏池子，结果踩到了青苔上，摔了一个狗啃泥呀。那我也不愿意啊，我这个人做事就是笨嘛。那你又什么事情都让我管，还硬叫我当长师姑姑，笨不是偷懒的理由。再笨的鸭子，只要沿着对的水路一直游下去，也能找到鱼虾遍地的池塘。姐姐，你说的真的太对了，吃了鱼虾的鸭子炖起汤来肯定特别的香。算了，跟你说不明白。总之，我这回吃的苦也算吃得很值。折腾过这一次之后，司宝司的人以后肯定不敢再跟我对着干了。原来只是苦肉计呀！我劝你要好好的想一想，你真的不想有朝一日成为后宫第一人吗？你真的不想有朝一日在朝堂上压那些男人们一头，肆意妄为的谈论